欢迎进入一个带你解读世界的频道。美国大选接近尾声，一直没想谈论这个话题，期间各种真假消息不断，如今尘埃落定。本频道特色之一是实事求是，虽然时常抨击中国社会的弊病，呼吁改进，但也不避讳讨论美国的弊病。本篇就来一探美国社会和政治的深层问题以及带来的启示。本期受众可以非常广泛，你不支持民主，正好可以听听美国民主的问题在哪。你若支持美国，觉得不太受用，但可以看看哪里能改进。你若认为中国未来也可以逐步走向民主，则可以知道未来中国民主的设计可以避开美国的哪些教训，吸取哪些经验。我们先来简单的谈谈这次选举，我只说事实部分，不说阴谋论，力图让大家把握事情的真面目。川普代表反建制派，这点应该没有疑问。川普的很多政策和建制派存在冲突。所谓建制派大意指的是在政治和政策上希望延续已有的大体框架，力求稳健，不希望做很大的改变。他们既包括选举产生的政客，也包括各级政府数十万的公务员系统，包括国防部、外交部、司法部、劳工部等等，同时也包括在民间掌握各类资源的人群，如各类行业的游说团体、华尔街、教师、医生群体等等。可以说建制派的势力相当庞大。川普借反建制的民粹主义上位，却没学会如何统战，始终守着他40%的基本盘，并没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。所以在这次大选中，就算赢也注定只会险胜，而不会像里根当年在50州里大赢49州。里根算是魅力型的民粹政客。本来川市经济可谓如日中天，不巧在选前连续受到疫情和黑命贵运动的冲击，民调一直落后于对手。这次选举发生了3件意想不到的事情。第一是选前1个月惊现拜登之子的硬盘门事件，我在拜登对话策略的视频里也有讲过。该事件立刻被主流媒体以及社交巨头封杀，只有右派媒体坚持报道。即使这样，也还是给美国部分民众不小的影响。要知道，川普在4个摇摆州一共才输4-5万票，当时提前投票已进行一半，谷歌搜索如何改票的关键词瞬间冲高。第二则是民调又一次的完全失灵，川普在佛州、俄亥俄、爱荷华等摇摆州的战绩均比媒体预测高出7-8个点。第三则是在选举过程中的确出现了很多疑点，如统计学上的数据异常，民主党现实投票点支开观察员，以及有视频拍到的部分疑似作弊的场景。美国大选的舞弊指控历来都有，虽然很多调查否认，但邮寄投票确实有操作空间。但以往邮寄投票的比例较小，影响并不大，而这次的疫情导致邮寄投票超过半数，影响就会被放大。对选举的指控让川普团队搏斗近2个月，最后以国会被冲击，再次被弹劾告终。你要问我到底有没有大规模舞弊，我无法做出肯定的答复，这必须有第三方的独立调查。但如果你问我川普阵营能不能指控和抗议舞弊，答案当然可以。我们也确实看到不少反常现象和违规操作。不管事实如何，根据民调显示，70%的共和党选民、14%的民主党选民，以及过半数的摇摆州选民质疑选举结果，这是事实。美国长期超级大国，各界的确自满已久，他们要是看到台湾唱票的过程，一定会感到羞愧。如此大规模的不信任，其实是对新政府合法性的质疑，反而是对民主的伤害。压制言论和不许质疑，表面上是保护民主选举，却反而进一步伤害民主。保护民主需要找到病因并给予解决，而最好的解决办法，也是任何民主国家，发达或不发达，都会采取的方法，也就是独立的第三方调查。民主的核心之一是参与游戏，愿赌服输，但前提是选举过程不让人怀疑，输也会输得心服口服。选举过程是目前美国民主的一颗暗雷，我们后面会说。美国这次选举从表面上看是对结果的巨大争议，而背后则显示出美国社会巨大的两极化。两极化会造成两头的声量大大增加，且意识形态往往激烈对立，这就带来了对牛弹琴，或者非得把对方弄死的节奏，包括对枪支的讨论。如果你恨川入骨，就完全可能出现不惜做票也得把它搞掉。而究其两极化的原因，我们之前的节目里也讲过，在过去全球化的大潮下，
美国大量的中产岗位流失，工业地带变成铁锈地带，广大中产家庭的实际收入增长缓慢。同时大量的新移民涌入，包括非法移民，他们大多数集中在城市，价值观和本地人有很大的差别，更加造成本地人不满的情绪。奥巴马推崇国际治理和国际机构，很多国际政策也和本国现状脱离，这一切的一切都催生了民粹主义。民粹主义在有选票的社会，本质上源于普通百姓对当前精英群体和政策不满的累积，也就是所谓纯洁的人民对抗腐败无能的精英统治集团。于是在某些人的振臂一呼下，民粹主义通过选举更替政府，这在本质上是一种纠偏的行为。但民粹领导者执政往往又不如建制派老练，有时候失误频频，甚至还出现别有用心的投机者，比如当年的希特勒。有人说这一切都是民主制度的锅，这种说法并不准确。民主只是一个概念，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制度设计完全相同，成熟程度也不一。光是美国和加拿大就有很大的不同。英加澳欧日韩都是民主制度，却没有一个国家出现美国当前的局面，甚至包括广大初级的民主政体，如印度、马来、非洲、南美，也没出现如此大的两极分化。美式民主制度历经200多年，以难以改动著称。制度稳定性确保的同时，也确实会出现一些不能与时俱进的情况。在各类国际机构的民主指数中，美国的排名并不高，可见美式民主的确存在一定的缺陷。下面我们就来分析美式民主究竟问题在哪。虽然政治和经济制度互有影响，但分析问题还得分开看，毕竟区别很大。客观讲，美国政治针锋相对，社交网络硝烟弥漫，其社会和经济活动依然平稳有序。美国的营商便利指数傲视群雄。顺便一提，中国进步很快，目前排名31。印度进步也很快，这几年从140窜居63。要说美式民主的问题，首当其冲要算很多人都不陌生的所谓永久政治家族，比如被中文圈诟病多年的克林顿、佩洛西、拜登、麦康纳、罗姆尼家族等等，两党都有，多为建制派。这些家族常年占据重要席位，如参议员和众议院主席，有的甚至长达30-40年。虽然也要参选，但这些人似乎没有选举的压力，也就容易产生腐败。拜登家族的腐败已是实锤，司法部门在民主党如日中天的情况下，似乎也半推半就。而美国的邻国加拿大就几乎看不到这种现象。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，主要还在于美国的选举制度。美国和大部分民主国家类似，采用的是联邦制，即地方和联邦分享宪法赋予的权利。比如联邦主管外交军事，地方主管医疗教育，各地按照自己需求制定法规，不能越权，但也没有等级之分，充分自治。美国的选举制度是赢家通吃，也就是谁在某个州拿到多数票，就全部包揽该州的选举人票。这导致了美国始终是两大党轮替，因为投给第三者是浪费选票，没有任何意义。同时总统选举也影响到两院选举。在两党长期霸占各自的基本盘的同时，各自深蓝深红州就会出现常胜将军，只要党内没人挑战，每一战必赢。久而久之就产生了所谓永久政治家族，监督基本靠媒体和司法部门，但媒体一旦拉偏架，后果就会显现。而反观邻国加拿大以及很多议会制国家，没有赢家通吃的说法，每个党都在各选区奋战，最后拿到最多席位的党自动获得总理宝座。所以加拿大常年有3-4个主流政党，而且轮动频繁。比如加拿大保守党曾经只剩下2个席位。这种自然的清洗从根本上难以形成永久政治家族。此外，美国的两党属于大帐篷党，也就是松散结构，容纳继续细分的意识派别。比如共和党旗下有自由意志派、基督福音派、温和右派等等，这就导致了就算其中的某分支另组新党，也会被老党分散力量。另外，美国两党架构松散，没有党魁，无法像加拿大那样定期竞选党魁，而党魁可以决定每个选区选出的候选人是否可以代表本党出战，也就可以筛选掉问题人士。美式民主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硅谷的高科技巨头，推特、脸书的出现也就10几年而已，但美国200年前的宪法以及保障言论的第一修正案根本没预料到这些媒体巨兽，充其量也就是全国性大报和地方电台。
主流媒体虽然偏左，但至少还有右派媒体制衡。而美国互联网巨头走遍全球都无对手，高科技公司工作的员工大多数偏左，他们可以集体左右平台的行为。这次亚马逊移除保守派社交平台的服务器，就是其员工集体施压的结果。美国早年通过的230条款，又导致科技公司审查内容，再加上网络巨头们不由选票选出没有监督，所以更加肆无忌惮。这次选举前他们公然审查亨特·拜登的硬盘丑闻，选后可以封杀另一派声音，这显然是对民主的伤害。和很多民主国家类似，美国的选举法虽然对于政治捐款也有限制，比如个人对每场选举的捐款不得超过2700元，以防止金钱压过公众意见，但个人则可以无限使用自己的腰包，尽管都得上报。美式民主另一个奇葩之处，就是在很多州投票可以不出示证件，简单签个名就行，尤其是在民主党州，而几乎所有其他国家的投票必须出示证件，这算是基本要求。民主党认为，如果要求出示证件，由于很多人并没有驾照等证件，就会抑制选民投票的积极性。然而这么一来确实造成了一些舞弊现象，也会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对选举失去信心。此外，这次使用的多米诺投票机器也被广泛质疑，而研发该机器的加拿大却从来不用。这些事平时也许影响不大，但在政治两极化时问题全都显现。200年的美式民主的确问题很多，不过阴霾的背后纠偏始终存在。目前已有议员提出要对选举法进行修正，以确保选举过程公正，也有人提出即将展开对科技巨头的立法，规范平台行为。此外，还可以从反垄断法着手处理。当然，更有人提出重塑全球贸易体系。所以也有说美国近期的现象属于纠偏过程中的免疫风暴，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。我们可以看到新的力量窜起制衡旧的力量。我们讲了不少美式民主的弊端，也给各国带来了教训和经验。事实上，从时间上看，所有国家的制度都在不断的改进，有快有慢，当然也有的在退步。中国目前的状态看上去的确比美国平和得多。当美国在争论失望的工薪阶级、科技巨头不公正的审查以及腐败的政客的同时，我们隔岸观火。但是面对国内越来越强的高科技审查和监控，自由空间被压缩，广大工薪弱势地位的当下，也该想想如何做才能让中国更加改进，这也是这个频道的初衷。以上就是对美国大选和民主的讨论，欢迎大家点赞订阅，谢谢大家。